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你讀了一本書，感覺自己懂了很多。第二天，有人讓你複述核心觀點，你發現說不出來。然後，你心裡冒出一個念頭：我是不是其實沒學會？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事。不是因為你笨，也不是因為你記憶力差，而是因為我們正在失去一種曾經以為自己永遠擁有的能力。我先說個故事給你聽。我認識一個投行的朋友，名校畢業，年薪7位數。去年他被裁員了。他跟我說了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。他說：我發現我好像不會自己思考了。這個人每天用 ChatGPT 處理工作，3年時間3000多次決策。但離開 AI 之後，他連中午吃什麼都要想很久。所以今天這期，我想認真說一件事。AI 時代最危險的人，不是不學習的人，而是學得太快，用 AI 用得太多的人。我知道這個說法有點反直教，別急着反駁我，聽我說完。先說一個實驗。2011年，有2個心理學家叫 Sparrow 和 Wagner， 他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。他們讓一組人回答20個刁鑽的百科知識題，然後告訴其中一半人答案會被電腦保存，告訴另一半人答案會被刪除。結果很有意思，那些以為答案會被刪除的人拼了命去記答案，而那些以為答案會被電腦代存的人幾乎立刻就忘了。他們不記得答案了，因為他們覺得不需要自己記。這就是心理學界說的谷歌效應，也叫數字失憶症。你想想，我們有多久沒背過一個人的電話號碼了？有多久沒有逼着自己記住任何事了？因為我们覺得反正手機上都能查到。但問題來了，2026年的今天，這個過程已經從記憶擴展到了思考。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？看到一個複雜的新聞事件，不等自己想，先去翻評論區；看到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，不等自己推理，先去問 AI。我們不是不理解這個世界，我們是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理解這個世界。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轉折。你的認知正在被外包，而且是那種你感覺不到的外包。就像租房子一樣，你每天住在裡面，但房子不是你的。有一天你要搬走的時候，你才發现家具是你的，但你不會帶房子了。好，我們進入第二個轉折點，這個可能比第一個更扎心。我問你們一個問題，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讀一本書，聽一期播客，看完之後覺得哇，講得真好，但讓你說3個核心觀點，你說不上來。你以為自己懂了，但其實你只是見過。2002年，有2個學者叫 Rosenblatt 和 Thiel， 他們發現了一個現象，叫做解釋深度錯覺。什麼意思呢？他們讓人先給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，比如你對稅收系統了解多少？大家一般打7、8分。然後請你說稅收是怎麼運作的，第一步是什麼，第二步是什麼？寫完之後，再讓人給自己打分。大部分人掉到了3、4分。我們以為自己懂很多，但真的解釋起來，才發現腦子裡是一片空白。這個實驗已經20多年了，但2026年的今天， AI 把這個問題放大了100倍。因為 AI 出現之後，又多了一層錯覺。我覺得 AI 能回答，就等於我會。你用 ChatGPT 總結了一本書，你感覺這本書你掌握了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那本書的邏輯框架是你自己想出來的，還是 AI 幫你生成的？就像小時候，老師讓你背乘法表，你背了很多遍，以為自己會了，但其實你只是在重複，不是在理解。AI Summarization 這件事本身不是問題，問題是我們把見過 AI 的總結當成了自己學會了。這是第二種認知陷阱。把見過當懂得，把懂得當能用，而這3者之間的距離，可能是整個人類能力的差距。好，最後一個轉折，這個可能有點硬核，但我相信你能跟上。我們先做個思想實驗，想象一下，
一個小朋友從5歲開始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做，穿衣、吃飯、走路、上學，全部有人代勞。20年之後，這個孩子長大了，他的身體還是20年前那個5歲孩子的身體，他的肌肉、他的協調能力、他的耐力，全部退化到5歲水平。這件事可怕嗎？可怕，但這件事每天都在發生，不是在身體上，是在我們的大腦裡。2025年有一項研究是關於多巴胺系統的。神經科學家發現一件事，當我們的大腦長期處於高頻刺激之下，比如刷短視頻，比如頻繁看通知，我們的多巴胺基準線會發生變化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如果你每天刷200-300條短視頻，你的大腦會慢慢調低對普通事情的反應。吃飯不夠刺激，散步不夠刺激，甚至和朋友聊天也覺得沒意思。你的大腦被重新布線了，它只對高強度刺激有反應，普通的生活已經無法滿足它。這和 AI 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很大，因為 AI 正在做一件和短視頻平台一樣的事，它把思考這件事變得太容易獲得了。以前你要查資料，要翻書，要整理，要自己想，這個過程很慢，但這個慢恰恰是思考的一部分。現在呢，3秒鐘 AI 給你答案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答案來得太快，你的大腦就失去了等待答案的那個部分，那個自己推一推、想一想的過程沒有了。就像你的大腦被裝上了一根永遠開啟的外賣熱線，想吃什麼點一下就到，但你自己的烹飪能力正在悄悄消失。這就是神經科學說的用進廢退。大腦不是硬盤，大腦是肌肉，你不用它，它就會萎縮。所以第3個轉折點是， AI 時代最危險的人不是不學習的人，是那些用 AI 跳過思考過程的人。你不是在學習，你是在租借自己的能力。出來混，總要還的。好，嚴肅的講完了。最後，我想給你一個比喻，5歲小孩都能聽懂的那種。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小朋友學走路？他摔倒了，爬起來，又摔倒了，再爬起來。旁邊的爸爸媽媽很想抱起來就走，但他們知道不能，因為如果一直抱着，這個孩子永遠學不會走路。AI 就是那雙手，它可以把你抱到終點，但如果你讓它抱得太多，你就永遠學不會自己走。不是說不要 AI， 而是說每天要給自己留一段自己站起來走的時間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事。比如今天晚上你看到一個新聞，不要急着問 AI 怎麼想，先自己想3分鐘。這3分鐘不是浪費時間，這3分鐘是你在保護你作為一個人的最核心的那部分能力。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，技術替我們做了太多太多，但有一件事 AI 永遠做不了，決定什麼對你重要這件事。AI 可以給你100個選項， AI 可以幫你分析100個利弊，但最後選哪個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不要讓 AI 替你思考為什麼，只讓它幫你解決怎麼做。這可能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種自律。好，今天聊得挺多的，如果你覺得這期有一點反直教，歡迎收藏起來，下次焦慮 AI 會不會取代你的時候回來看看。記住， AI 不會取代你，你用 AI 的方式才會決定你是否被取代。我們下期見。